我们读过一篇课文《出师表》，说到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说的是诸葛亮。这里呢是那个汉中的定军山，传说啊，诸葛亮的墓就在这里，诸葛亮就埋葬在这里。诸葛亮我们非常熟悉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，大家可以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是通过了解他最好的一种方式。我们可以看《三国志》，还有呢很多小说呢也把诸葛亮写成是风水大师。我们说他有八卦阵、八卦图这些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诸葛亮的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嘛，诸葛亮遗命是说埋葬于定军山脚下面，这里就是定军山。因为诸葛亮最终是病逝于五丈原嘛，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就知道了。这个是诸葛亮的雕像。武侯墓，诸葛亮是武乡侯，死后呢被追封为中武侯。这条路啊是进入那个武侯墓的一条道路啊，这两边有很多图案，五丈原，诸葛亮病逝，这里有很多智取陈仓、八卦阵，主要是讲述诸葛亮生平的一些事迹啊，然后比较重要的节点，空城计、姜维献书、七擒孟获。我们在武侯墓旁边呢，这里看到很多古柏呀，这里有古柏，然后这个围墙里面，武侯里面也有很多古柏。现在这些古柏树啊，大概是22棵。大家别小看这些古柏啊，这个差不多有1700多年了。就是武侯墓那个时候建立的时候，就有这些柏树。这个柏树是代表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诸葛亮活了54岁。所以当时的时候，这些柏树啊是种植了54棵，这是经过专家学者考证的。现在只剩下22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面呢看到的这些全是古柏呀。这个背后啊就是诸葛亮的墓冢，前面这有2块碑，我们先简单看一下。汉诸葛武侯之墓，雍正13年立的，果亲王题的，这个就是果亲王写的哈。这个果亲王跟我们那个《甄嬛传》看的果亲王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了解一下啊。这里是明朝万历年间汉丞相诸葛中武侯之墓。诸葛亮啊，从古至今都被大家那个说成神机妙算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能预后千年事。这个到底真真假假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是诸葛亮的墓葬啊，一直是一个谜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墓葬呢，到底是否真的在此？这个我们详细说一下。关于诸葛亮死后啊，他是病逝在五丈原，然后他的墓葬怎么安葬，有很多种说法。关于诸葛亮的墓葬，最广泛的一种传说就是说啊，那个诸葛亮弥留之际啊，嘱咐啊，就是说啊，他死后啊，将尸体入棺，由士兵抬着向南走。就抬着他的棺椁啊，刚断神烂之处，便是他的葬身之地，就跟我们说的那个成吉思汗类似的一样的嘛。但是呢，这4个壮汉呢，走了1天1夜，也未见那个神啊干了断掉，他们又很累嘛，于是呢，偷偷的就将诸葛亮的墓啊，就把诸葛亮就地掩埋了。没想到呢，被刘禅识破了他们的谎言，就把他们斩杀了。他们一死啊，这诸葛亮的墓啊，具体在什么位置就没人知道了，这是一种传说。另外呢，就是还有一个传说啊，因为诸葛亮他要求嘛，进行薄葬，就是不要厚葬，里面不要放他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刘禅呢就命人嘛给诸葛亮修墓。修墓之后呢，结果呢，修完墓之后啊，这些修墓的人可能自相残杀吧，都死掉了。所以呢，最后也没有人知道诸葛亮的墓在哪。对吧？反正诸葛亮的墓啊，从古至今，那个传说的非常非常多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墓冢啊，这个墓冢高有6米，圆周为60米，形是一个倒过来的米斗啊，就是覆斗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封土堆。这个根据诸葛亮的遗命啊，这个墓冢中啊，仅有当时的衣饰，并无携带任何陪葬物品，因为诸葛亮说要讲究薄葬嘛，就可见了诸葛亮是一个很清廉的人。
他这个墓的东西朝向，取永怀西蜀、幸复汉室之意啊，表明他在逝世后都不愿意忘记自己背负的使命啊，一生为复兴汉邦而奔波，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一直想为刘备圆梦啊。